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来聊聊美股最近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今天的主题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谷歌公司。就在昨天，也就是9月2日的收盘之后，谷歌的股价突然从盘尾的211美元跳涨8%，来到226.6美元，再次刷新了它的历史最高价。谷歌的市值也在历史上首次突破2.6万亿美元。查理急忙去查了一下新闻，原来谷歌股价的暴涨是因为美国联邦法院在昨天发布了关于解决谷歌在搜索市场的垄断行为的补救措施裁决。联邦法院驳回了美国司法部要求谷歌剥离其 Chrome 浏览器或拆分安卓操作系统的激进提议。裁决要求谷歌必须与竞争对手分享部分搜索数据，包括来自其海量用户查询的数据。毫无疑问，法院的最新判决是谷歌的重大胜利，因为它避免了谷歌拆分 Chrome 或者安卓系统的严重后果。可以这么说，市场对于谷歌公司前景的担忧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它的股价在2025年第三和第四季度持续右侧突破的走势是大概率的事件。已经持有谷歌股票的朋友们，请您坐稳扶好，慢慢的享受这个底蕴深厚的科技巨头为您的资产升值带来的快乐吧。如果我们看谷歌的历史曲线，会发现它的走势呈现出一个完美的 V 型反转的状态。在今年2月初，谷歌的股价来到207美元的历史最高点后，随着川普关税战的展开，它的价格在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内一路下滑。到了4月初，谷歌的股价来到了阶段性的底部，大概在142美元附近，总体跌幅高达28%。随着贸易政策的明朗，谷歌的股价并没有像英伟达、微软、Meta 那样有迅速的反弹，而是在5月到6月份持续底部震荡了几周的时间。在5月8号，谷歌的股价也只有155美元，涨幅远不如纳指100和标普500指数。但是从5月下旬开始，谷歌逐渐稳步向上走高，并且一路维持上涨的趋势，直到9月3号的226美元，总体涨幅高达52%。那么，为什么查理持续看好谷歌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表现呢？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谷歌目前有大规模的机构持仓。从最近的13F 文件披露中，我们发现有超过1800家机构投资者在今年第二季度大举买入了谷歌公司的股票，这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先锋集团、摩根大通、UBS 等等。那既然华尔街已经重仓了谷歌，他们就不可能不持续拉抬公司的股价，这样才能给他们的客户带来超额收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谷歌公司在第二季度提交了一份近乎完美的财报，许多华尔街的大机构，包括高盛和美国银行，都相继提高了谷歌的目标价格。当前的平均预测价格在220美元左右，甚至比谷歌的实时价格更低一些。那随着谷歌股价的持续创高，机构还会持续提高谷歌的目标价，从而进一步刺激公司股价的上涨。当然，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谷歌的表现也绝对配得上股价的大涨。我们今天就不谈谷歌早已深入人心的搜索和广告业务，就单讲它的 AI 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就有很多令人瞩目的优势。首先，谷歌的 Gemini 模型是迄今为止最强大、最通用的 AI 模型。它从一开始就基于多模态数据进行训练，使其能同时理解、操作和结合不同类型的信息，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和代码。它在多项行业基准测试中超越了 GPT-4。在大规模多语言任务理解的测试中，Gemini Ultra 的表现首次超越了人类专家，这证明了其在理解和解决复杂问题方面的卓越能力。尤其是在数学、物理等领域，Gemini Ultra 能够识别和理解高质量的信息，并从中提取关键点，
这在处理需要深入思考和分析的复杂问题时尤其重要。同时，Gemini 能够理解并生成高质量的代码，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代码本身，更在于能够进行复杂的代码推理和调试，帮助开发者提高工作效率。在2025年8月24日，雅虎财经报道说，苹果公司正在与谷歌进行谈判，讨论将谷歌的 Gemini 人工智能引擎集成到 iPhone 的新功能中。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有传闻指出，Gemini 可能会被用于驱动新一代的 Siri，使其具备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如果这项合作最终达成，这将是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尤其是在其长期以来坚持自主研发 Siri 的背景下。同时，这也将是谷歌 Gemini 模型拓展其应用版图的关键进展。难怪苹果和谷歌公司的股价近期走势都非常不错，市场十分看好两家科技巨头的强强联合。如果我们看谷歌的财务状况，会发现，虽然它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已经上涨了36%，但它的价值居然还处在被低估的状态。截止到2025年9月初，谷歌公司的本益比只有23，要远低于纳斯达克100高达33的平均本益比，也比标普500的27的本益比要低15%。那同为软件行业的巨头，微软的本益比高达37，Meta 的本益比也有27左右，都要显著高于谷歌。它的 PEG，也就是本益比和 EPS 增速的比值，只有1左右，是七巨头里面最低的。而且，谷歌的 Net Margin 净利润率高达31.1%，在控制成本方面表现得非常优秀。如果我们看公司的 EPS 走势情况，会发现，谷歌在2025年的 EPS 将达到9.94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长23.6%。它在2026年预估的 EPS 也有10.64美元，比2025年要增长7%。如果到今年年底，随着美股市场的反弹，谷歌的本益比来到标普500指数的平均值28左右，那么按照2025年全年的 EPS 计算，谷歌的股价会来到278美元附近。如果市场届时按照2026年预估的 EPS 来给谷歌估值，那它的股价将来到300美元左右。没办法，公司的盈利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可以这么说，谷歌是美股里面排名第一的印钞机。它的市值如果来到3万亿美元以上，也不算被高估，而是完全正常且合理的。而且，只要谷歌的股价能够突破247美元，它就能成为继苹果、微软和英伟达之后第四个市值突破3万亿的公司，距离非常近了。那对比当前226美元的价格，我们可以看到，谷歌在接下来3到4个月至少还有20%的涨幅，表现可以说是很有前途的。而且，谷歌的护城河实在是太深了，公司又持有大量的现金，可以用来回购股票。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在220美元以下的价格买入谷歌有被长期套牢的风险。和苹果一样，谷歌的底蕴实在是太深了，这让投资者非常放心，能够长期持有他家的股票，不会被短期的市场波动而干扰，稳稳的幸福啊！因此，如果您已经持有了谷歌公司的股票，那就坐稳图好，拿着不动是最佳选择。虽然谷歌的价格现在已经是历史最高，但是它在接下来几周逆势上涨、持续创高的可能性很大。我们需要担心的反而是卖飞的风险。那对于还没有买入谷歌又有兴趣上车的投资朋友们，可以再等几天，等谷歌的股价有小幅回撤的时候，以220美元或者更低的价格买入谷歌的股票。随着美股大盘在第3季度的持续回调，我们肯定有很多的机会 buy the dip 买入谷歌，然后耐心持有就好。查理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谷歌这家科技巨头的股票的。实在太稳了，投资谷歌的压力很小，风险性也很低。好，聊完了谷歌，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025年9月3号，CRI 投资系统给出的美股、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配置。和昨天一样，系统还是建议维持80%的仓位
在美股指数或者个股，然后把剩下的20%的仓位放在比特币 ETF 上。超短债和黄金的比例还是零。系统建议保持最大的攻击性。除了谷歌外，可以考虑逢低买入的股票包括在77美元以下买入网络安全公司 FTNT，在162美元以下买入 AMD，以及在54美元左右买入互联网广告公司 TTT 的股票。当然，如果您是指数投资者，也可以再等几天，等到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指数有进一步回撤，再考虑逢低买入 SPLG、QQQM 或者 SPMO 等指数类 ETF。这是截止到9月3日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这几天没有什么交易，还是以持有礼来、亚马逊、AMD、比特币 ETF，还有包括 TTD、FICO 和 Lululemon 在内的中小型企业的股票为主。现金部位的持仓比例非常低。当然，查理对9月份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有所回撤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大盘有10%的回撤幅度，届时我们可能考虑卖掉部分的个股，加仓带入带杠杆的大盘类 ETF，包括 QQQXL、TQQQ 等。当然，现在大盘还处在高位，不适合买入带杠杆的指数，需要再等几周看情况而定。这是截止到9月2日 CRI 投资组合在2025年的总体回报率。我们的 year to date 回报率在13.3%左右，要显著高于标普500指数10%的回报率。希望在第3和第4季度，我们的投资组合能够有强势的表现。当然，这里要强调一下，CRI 投资组合是用 IRA 免税账户做的实盘操作，以中短期交易为主。如果您的资金体量很大，或者追求稳健的长期增长和回报，那查理还是强烈建议您根据 CRI 投资推荐中美股、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比来布局您的长期投资。我们测算过 CRI 投资推荐在过去5年的平均回报率来看，也高达25%，表现相当可观，而且它的风险性要低很多，非常适合 buy and hold 的定投策略。特别是在包括2022年这样的美股大熊市中，CRI 投资推荐也能有很好的表现。穿越牛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美股投资感兴趣，想免费跟随查理的 AI 投资系统赚大钱，实现财富自由，请您点击订阅查理私募频道，点赞分享本期视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对当前美国经济和投资市场的看法。祝您投资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